巴基斯坦背刺中国，偷偷向美国出售稀土。哎，你说这事儿气不气人，扎不扎心啊？这消息啊，最近在网上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，有鼻子有眼儿的，甚至都传到咱们国家外交部去了，这可就不是小事了呀。那么这到底是真有其事，还是有人在这个背后捣鬼啊，想给咱们中巴关系之间插钉子下绊子？今天啊，咱们就聊聊这事儿啊。先把这个谣言的内容给大伙儿原本的念叨念叨。话说咱们国家不是加强了对稀土出口的管制吗？这个稀土啊，外号叫工业黄金，是搞芯片、搞高科技离不开的宝贝疙瘩啊。咱们这一管制啊，美国那边就急得跳脚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，网上突然冒出一种说法，说哎呀，中国搞的这个稀土管制啊，其实是冲着巴基斯坦去的。为啥呢？谣言里说的是头头是道。这第一啊，巴基斯坦前阵子跟美国签了个协议，说要让美国公司到巴基斯坦去开采关键矿产。这第二呢，更过分的是啊，巴基斯坦不仅要给美国人提供场地，还要把咱们中国的设备给他们用，去生产这些矿产。那还有第三呢，也是最扎心的一点啊，说巴基斯坦啊，为了向美国表忠心啊，还特意送了一批咱们中国的稀土样品去当礼物。哎，你听听这3条下来，是不是感觉这个画面感都出来了？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要素齐全呀，简直就像是亲眼看见了一样。那这个谣言一经传开，好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炸了锅了。好你个8条，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呀！咱们拿你当兄弟，你拿咱们当冤大头啊！这舆论是越吵越热，雪球是越滚越大啊！最后就滚到了10月13号咱们外交部的记者会上，外国记者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怼到了咱们发言人脸上了啊！那这下好了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过来了，就看咱们怎么回应。那面对这种指名道姓、意图挑拨离间的提问啊，咱们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那是气定神闲，啪的一下就站出来了，几句话啊就把这个谣言的皮给扒了个干干净净。林健的回应那叫一个滴水不漏，信息量巨大呀！我给大伙儿翻译成大白话，主要就是3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，你们说的这个事儿啊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发言人原话是啊，据我所知，巴美矿产合作一事，中巴双方有沟通，就是告诉全世界啊，美国和巴基斯坦在那边鼓捣啥，人家巴铁早就给咱们打过招呼了，我们心里门清啊。这下就显示出啥了？显示出咱们中巴之间那叫一个战略互信啊，可不是外面几句谣言就能撼动的呀。你美国想干啥，我们是清清楚楚啊。这第2层意思啊，人家巴铁是拍着胸脯跟我们保证了。发言人说啊，巴基斯坦已经向咱们强调了，他们跟美国的交往绝对不会损害中方的利益和中巴合作。这话就更重了。等于老爸给咱们交了个底儿，大哥你放心啊，我跟美国那个合作就是逢场作戏，生意归生意啊，咱们兄弟的感情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的规矩我懂，也一定遵守。这还有第3层意思，也是最打脸的一点啊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稀土样品啊，纯属扯淡啊！发言人直接点名了啊，那个所谓的礼物啊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稀土啊，而是工作人员购买的巴基斯坦宝石原矿样品。哎呦喂，这反转搞了半天，不是送的战略物资啊，就是送了几块当地的土特产，好看的石头啊。这就好比说啊，你兄弟啊送了邻居一盒你们家乡的驴打滚，结果呢被传成送了你们家的传家宝一样啊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所以啊，最后发言人直接一锤定音啊，这些报道要么就是不懂情况的瞎咋呼，要么就是捕风捉影，最坏的就是故意挑拨离间。反正一句话，毫无根据，全是瞎编。外交部是给出了官方定论啊，但是可能还有朋友会想，哎，万一呢？万一这个巴基斯坦真有那心思呢？哎，别急啊，接下来咱们就从技术层面给大伙儿分析分析，为啥这个谣言从根儿上它就是个笑话。首先呢，巴基斯坦和美国它确实是签了个开发矿产的协议，但是这个协议里啊根本就没有提稀土的开采和精炼。为啥呢？因为巴基斯坦它没那本事呀。这个稀土啊，不是说你从这个地里面挖出来一坨土你就能直接用的，那这玩意儿的技术链条复杂着呢。我跟大伙儿打个比方啊，这就好比是做饭，第一步呢，你得先有食材，这叫开采，就是从地里
呀把这个矿石给挖出来。这一步呢，很多国家都能干。这第二步呀，你得洗菜切菜啊，把这个土豆皮削了，把这个胡萝卜切成块，这叫粗加工或者分离。还有这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你得下锅炒啊，得放油盐酱醋啊，得掌握火候啊。最后呢，做成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宫保鸡丁，这叫精炼啊。现在全世界的情况是啥呢？美国、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啊，可能家里面有的是成堆的土豆、胡萝卜，但是问题是他们家里没厨房啊，没菜刀啊，更没有那个会做满汉全席的大厨啊。那个掌握着独门酱料和绝世厨艺的大厨啊，就是咱们中国。咱们中国控制着全球绝大部分的稀土精炼产能，特别是那些最金贵的中重度稀土啊，离开中国，你就算有再多的矿石，那也只是一堆没用的土。所以啊，就算巴基斯坦真把这个矿石卖给美国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美国拿到手还得眼巴巴的再送回中国，求着咱们帮忙加工成能用的材料。你说这折腾劲儿图啥呢？这美国缺的从来都不是稀土矿啊，他们自己家里的稀土储量啊，在全球都是排得上号的，完全是够用的。他缺的就是咱们这套从分离到精炼的独门厨艺。这套本事啊，可不是说1天2天就能学会的，是咱们几代人辛辛苦苦投入了无数心血才建立起来的呀。所以啊，这个谣言从技术上它根本就不成立啊。那既然这个谣言真不假，那为啥还有人费这么大的劲儿去编造、去传播呢？这里面的水啊可就深了，这背后啊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算计。那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呢？咱们顺着这个网线啊往回摸，嘿，发现一个老熟人。很多这类捕风捉影的消息啊，最早的源头都指向了咱们另外一个邻居印度。这就好理解了啊！你想想，印度心里面的小九九，最近呢，美国为了围堵咱们呀，到处是拉帮结派，跟巴基斯坦也是走得近了些。这下印度心里面能不打鼓吗？他看着自己的死对头巴基斯坦跟自己想抱大腿的美国眉来眼去的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啊！那他吧又不能明着去阻止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接触，又没那实力，也没那胆子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只能耍阴招了呀，造谣。他编这么个谣言啊，简直是一石三鸟的毒计啊！这第一，离间中巴关系，他希望咱们中国啊，一听到这个谣言，就对巴基斯坦产生怀疑，甚至去向巴基斯坦施压，让这个老爸离美国远点。这样啊，他就能坐收渔翁之利。这第二呢，就算咱们不上当啊，他也能通过引导舆论，在咱们两国人民之间制造矛盾和误解，破坏中巴友谊的民间基础。这还有第三啊，还能顺便黑一把咱们的稀土管制政策，把它描绘成一种霸权行为。你看，连自己的铁哥们都打压啊！所以说，这背后藏着的就是某些国家，特别是印度那种阴暗的、扭曲的羡慕嫉妒恨呀。只可惜哦，他们打错了算盘。中巴关系啊，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那岂是几篇胡说八道的报道就能挑拨的？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，两国的铁杆友谊历久弥坚，双方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互信，在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密切沟通。那其实啊，整件事情看下来，咱们就能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咱们从头到尾都表现得特别的淡定。为啥呢？因为咱们特别有底气啊！这份底气啊，就来自于咱们手里面牢牢攥着的稀土王牌。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就在这次谣言出来前不久啊，10月7号，美国众议院那个所谓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又在那儿叫嚣了，说要扩大对咱们的半导体管制。那不光是先进的，连成熟的工艺它也要封杀呀，妄图彻底把咱们的芯片产业啊给扼杀在摇篮里。那面对美国这种极限施压、全面断供的威胁，咱们是怎么做的呀？2天后，10月9号，啪，反手就打出一张王牌，升级稀土出口管制。这一次的新规啊，那叫一个精准，直接打在了美国的软肋上。规定里说啊，凡是用来造14纳米以下芯片那些稀土材料、设备和技术啊，都得逐案审批。而且啊，还首次引入了一个超级霸气的条款，叫域外效力。这是啥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啊，不管你是日本公司、韩国公司还是欧洲公司啊，那只要你卖的东西里面啊，哪怕只含有0.1%的
稀土成分是来自于中国的，你现在想把这个东西再卖给别人，对不起啊，得先来我这儿申请，拿到许可才行。那这一招啊，直接就把全球的高科技产业链啊给攥在咱们手里一部分。你美国不是有矿山吗？没用啊！你不是满世界找人合作吗？也没用。只要你离不开精炼环节，你就绕不开中国。所以啊，你看咱们外交部发言人为啥那么自信啊？因为咱们手里面有牌啊，有压箱底的本事啊。我们清楚的知道，在这场围绕着关键资源的博弈中啊，主动权是在我们这边的。回顾整个事件啊，从一个看似劲爆的背刺谣言，到咱们外交部的从容辟谣，再到背后深层的技术博弈和地缘算计，其实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稀土呢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固然是非常值钱的，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比稀土更珍贵，那就是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友谊，这才是真正的买不来的战略资产啊！那些想通过造谣生事来离间中巴关系的势力，注定会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因为他们低估了这份友谊的厚度，更低估了咱们中国的战略定力和实力。至于这个美国啊，想通过在全球啊到处找几个矿源，就想绕开中国，重建一条完整的稀土产业链，那条路啊还长着呢。说到底啊，这个美方想要真正解决自己的稀土焦虑症啊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的坐回谈判桌前，尊重市场规则，正视咱们的发展权利。那想走歪门邪道，搞小动作，对不起哦，没门儿。这场谣言引发的风波啊，很快就会过去，但是它也像一面镜子啊，照出了谁是朋友，谁是小人，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啊，把这个核心技术啊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才是我们面对任何风浪时啊最大的底气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